台海危机告一段落，渐进式武统对付渐进式台独已经成型，这是两岸走向统一的一个重大变化。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全少。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事件所引发的大陆与美国台湾地区的博弈告一段落。这场较量有外交层面的，有认知作战的，有舆论战的，更有实实在在的军事层面的。这起事件的影响已经让台海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甚至已经无法回到了过去。最值得人们关注的一点是，渐进式的武统力压渐进式的台独，这个局面已经形成，以武促统走出了重要一步。至于策略上的变化，在两岸统一的过程中，其作用会非常关键。总体上看，中国大陆这次为反击佩洛西窜访事件而展开的围岛演训，有理有节有力，在窜访之前做出了舆论铺垫，也给了美国政府以足够力度的警告。此次演训，中国大陆选择了防守反击，证明事前做足了反制的准备。在佩洛西落地台湾岛的那一刻起，中方的反制分别针对美国和台湾地区当局，对美主要是政治和外交反制，而对台则是军事和经济反制。对美国的反制主要是针对拜登政府和佩洛西本人。中国首次对美国现任官员采取制裁措施，在中美关系史上开创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先例。中国对美国采取的3取消5暂停的反制措施可谓空前强硬，尤其是中断了军事交流渠道，增大了中美爆发军事摩擦的风险，证明了中国不惧与美国发生硬碰硬的决心。当然，此次事件关键的变化还是台海两岸的军事较量态势。解放军展示了全面封锁台湾地区的能力，确立台海新的军事格局，并且开启了渐进式武统以压制渐进式台独的局面。过去，解放军在对台施压的问题上一直保持足够的克制，其实就是基于9·2共识所默认的一些规则。现在，所谓的台海中线已经不存在了，解放军的军舰开始进入台湾岛12海里执行军事任务，而且以后会变成常态。解放军划设的6大区域把台湾岛紧紧地围在中间，其实就是一种封锁性行动的预演。这种行动也可能会重复发生。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台军选择当缩头乌龟，甚至连弹道导弹飞越台北上空都不披露。美日呢，则基本上是打嘴炮，并未采取有力的动作进行支持。中国在外交层面获得了160多个国家对一个中国的明确支持，进一步强化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国际共识。更重要的是，这次事件创造了一个先例，以后美国再打台湾牌，玩渐进式台独，那么解放军就会继续推进渐进式武统。美国的挑衅力度有多大，解放军渐进式武统就会有多猛烈，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将继续增大。最后看谁会害怕，而且真正掌握是否武统的永远是中国大陆，这将让台独分子惶惶不可终日。当然，佩洛西事件还让我们认清了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从蔡英文发日文求救的情况看，日本可能会成为阻碍中国统一的最积极的域外力量。日本的右翼分子可能比美国还要危险。佩洛西事件渐渐远去，但是下一次以武逼统的行动还会出现。今后不管美国和日本怎么挑衅，渐进式武统的步伐都不会停下来，而下一个机会很可能就是中国统一的契机，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